你有沒有發現一個詭異的現象？這個東西長期存在於人類最危險的地方，不是城市，不是戰場，也不是太空，而是地球上的核武器設施。過去幾十年裡，從美國到前蘇聯，從英國到烏克蘭，多個軍事敏感區域都有同一種記錄反覆出現：天空中出現無法識別的目標，它們沒有明確軌跡，沒有公開身份，甚至無法被傳統系統完整記錄。但有一個共同點卻異常清晰，它們幾乎總是出現在核設施附近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這種現象並沒有隨着時間消失，相反，它在這次美國最新解密資料中再次出現。就在2026年5月22日，美國國防部再次向世界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，公布了第二批 UAP 解密資料。其中一份文件來自潘特克斯核工厂，雷達記錄顯示有不明目標在該區域被捕捉。但關鍵問題是，這份文件中最重要的部分時間被完全隐去，我們無法知道它發生在何时，也無法確認它持續了多久，甚至無法看到完整的運動軌跡。我們能看到的只剩下一個結果：它出現過。而這只是開始，因為當你把這些事件串聯起來，會發現一個更詭異的現象正在浮現。這些不明存在似乎並不是隨機出現的，他們像是在有選擇地觀察某些東西。今天我們就從美國這次最新解密的 UAP 資料開始，進入這個問題的核心。首先我問你，如果這些現象不是巧合，那麼他們到底在看什麼？換句話說，又是誰在看着我們？我們先從最新文件開始。就在昨天，2026年5月22日解密的 Pursuit 系統檔案中，一份編號為 DOE UAP D001 的材料被標記為增強型潘特克斯影像記錄，地點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潘特克斯核工厂，這裡可是美國唯一負責核彈頭組裝與拆卸的核心設施。你可以理解為這是美國核武庫的手術室。而在這份文件中，雷達塔記錄到了異常目標信號。但最關鍵的信息是，影像被大量遮擋，數據經過處理，只有局部片段公開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份記錄並不是孤立。同一個地方，就在去年2025年9月，潘特克斯附近再次報告 UAP 目擊事件。當時安保系統被要求追蹤這些不明目標，並盡可能收集信息。這下問題開始變得尖銳，為什麼老是這裡？為什麼老是核設施？如果只是普通飛行器，為什麼無法識別？如果不是飛行器，那它又是什麼？但真正值得注意的，不是這份文件說了什麼，而是它沒有說什麼。如果我們把 DOE UAP D001 拆解，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信息斷層結構。首先是時間的缺失，公開版本中沒有事件發生的具體时間，沒有日期，沒有時段，也沒有任務窗口。唯一確定的是，文件在2026年5月22日被公開，但事件本身發生在何時，未知，或者說沒有被公開。第二是事件鏈斷裂。正常雷達或異常目標報告應包含完整流程，發現、追蹤、響應、評估、結論，但在這裡，這條鏈被截斷。公眾看到的只有雷達影像片段以及後續分析結果，而最關鍵的發現過程被完全隱藏。第三是原始軌跡數據缺失。我們看到的不是連續運動目標，而是被篩選後的靜態結果，無法判斷它如何出現，它如何移動，甚至是否連續存在。當這三層缺口疊加在一起時，一個問題變得無法回避：我們看到的是完整事件，還是被裁剪後的可展示部分？而這才是整個案例最關鍵的地方。如果說潘特克斯是现代案例，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回到一個更早的起點。人類核時代剛剛開始的時候，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，這裡是原子彈誕生的地方。根據解密資料顯示，在1948年至1950年間，一種異常現象被頻繁記錄，叫綠色火球。它們不是普通流星，因為流星不會突然轉向、懸停或在核設施上空反覆出現。相關檔案顯示，這類事件累計超過200起，並且集中在核相關區域、洛斯阿拉莫斯、桑迪亞實驗室周邊軍事基地。
它們像是在圍繞一個中心區域出現。更關鍵的是時間點，就在核武器剛剛誕生之後，仿佛某種機制被突然激活。如果前面的案例只是接近，那麼1967年的馬姆斯特罗姆事件则进入了另一個層级，直接干預。地點：美國蒙大拿州，對象10枚洲際核導彈。過程極其簡單，但結果極不合理。一個 UAP 出現在發射井上方，隨後所有導彈系統同時失去響應，全部離線，沒有爆炸，沒有損毀，只有系統沉默。多名軍官證詞顯示，在事件發生前，他們確實觀察到不明飛行物。在事件發生後，系統恢復正常，但無法解釋故障原因。這可不是視覺異常，而是系統級功能中斷。如果這些事件只發生在美國，可以歸為個案，這期視頻也不用做了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前蘇聯核導彈試驗場、英國戰術核基地附近、烏克蘭導彈測試區域，甚至切爾諾貝利事故期間的異常目擊記錄，以及多個冷戰時期記錄，都存在類似描述。光體、高速移動目標、雷達異常、系統干擾，這些記錄跨越陣營，跨越意識形態，跨越時間，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問題：如果不是國家級現象，那它屬於什麼層級呢？那麼問題來了，在這些令人浮想聯翩的 UAP 事件背後，是否存在着更為接地氣的科學解釋？目前主流存在3種解釋方向。第一，人為或軍事測試，可能是電子戰或機密無人系統實驗。第二，自然或電磁現象，包括等離子體、大氣電力異常等。第三，信息不完整，我們看到的只是經過篩選的數据片段。但問題是，這些解釋都無法完整覆蓋時間跨度與全球一致性。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它們是什麼。當你把所有線索放在一起，一個更深的問題會浮現：UAP 為什麼總是出現在核設施附近？是監視？是干預？還是誤讀？但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，如果一個文明剛剛獲得自我毀滅能力，而在它周圍開始持續出現無法解釋的觀察現象，那麼問題或許不是它們是什麼，而是我們正在被誰觀察？或者說得更直白一點，我們是否已經進入某種被審視的階段？這個問題目前沒有答案，但所有線索都指向同一個方向。或許我們並不孤單，只是我們還不知道觀察者是誰。最後，我要問問屏幕前的你，你覺得這到底是巧合，還是我們真的被誰觀察，被誰干預？歡迎評論區聊聊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